盘点谭爷爷和花花的搞笑日常。这天到了大熊猫们称体重的日子，谭爷爷决定先让女明星花花打头阵。天真的花宝鸡刚走出房门，准备和爷爷贴贴，就被对方一把抱起来往称重房间走。也许是平日没太注重身材管理，担心丢脸的女明星拼命反抗，甚至发出几声高亢的猪叫，放开撒我不去。直到花花进入房间，还能依稀听见声音。等到谭爷爷把200斤的大孙女抱回来后，自觉丢脸的花花哼哼唧唧表示不满：我再也不和爷爷天下第一好了。不过唯一欣慰的是，花花的腿看上去还是有点长的。而谭爷爷坑花花的名场面还不止这一个。这天花宝鸡正侧躺在地上睡觉，突然听到了谭爷爷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呼唤声，一脸懵逼的花花起身后彻底迷失定位。只见花宝鸡四处张望，紧张到小手都不知该放哪里，甚至抬头看天花板确认爷爷有没有趴在上面。随后听着对方连续不断的呼唤，花花果断来到门口，试图找到藏起来的爷爷。但看着空荡荡的门口和近在咫尺的呼唤，女明星认为其恐怖程度不亚于寂静岭。直到焦急的谭爷爷从床底下伸出一只手，努力拍打着地面吸引花花的注意力。这时花宝鸡才大松一口气，慢慢走向爷爷，埋怨道：爷爷你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？不过有时调皮的花花也想趁爷爷不注意来个惊吓。只见谭爷爷在一旁喂着别的小熊，花花毛毛碎碎爬上台阶，然后偷摸瞥了眼爷爷，看到对方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后，暗中窃喜，心想要和萌兰哥哥一样弘扬越狱计划。只见花花努力站起身，试图从缝隙中挤出去，结果刚迈出一只小脚，就感觉能量已经消耗殆尽。于是能屈能伸的花花直接放弃了越狱计划，乖乖坐着喝起爷爷给的盆盆奶。毫不知情的谭爷爷看到如此可爱的孙女，心底止不住的感慨：我家花花就是怪。然而等到大熊猫下班的时候，谭爷爷才对这个想法感到深深的懊悔。正所谓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。这天谭爷爷照常端着果果来收猫，谁料无论爷爷怎么劝花花回家，他都不为所动，坚定地坐在地上等对方把果果喂自己嘴里。无奈的谭爷爷背过身去假装生气，可花宝鸡依旧不紧不慢地咀嚼着果果，表示爷爷好幼稚，我才不会上当。最终谭爷爷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大孙女，花花立刻傲娇地把头转向一边，假装没看到。于是他只好几步喂一口小苹果，慢慢把孙女哄了回去。只能说在拿捏谭爷爷这方面，花花绝对是专家。网友们还知道弹棉花组合的哪些趣事呢？熊猫丁丁生的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出生1个月后，小乌拉的性别终于确定了。前段时间，俄罗斯官方发布了小乌拉的净身照，只见仔仔头顶炸毛，整只熊潦草不堪，这造型总感觉给人一种浓浓的科研气质。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吕涵大熊猫爱宝的双胞胎姐妹俩，一看就是娇生惯养的可爱富家千金。毕竟当初双胞胎姐妹一出生，艾女士除了喂奶，其他事情都交给了江宋爷爷来做，导致爷爷们的黑眼圈比闺女爱宝还重。艾女士坐月子期间不仅没瘦，还吃出了双下巴。2只仔仔在爷爷们的精心照顾下，不仅健康成长，小年纪也学会了卖萌撒娇。这下江宋2位爷爷的心彻底为姐妹俩沦陷了。而丁丁波娃却每天对奶爸们严防死守，就连睡觉也会蜷缩起身子，牢牢护着怀里的崽子，生怕一觉醒来孩子就不翼而飞了。俄罗斯奶爸们每天都对小乌拉望眼欲穿，甚至派中方奶爸跟丁丁波娃用蜂蜜水交换崽子。谁料奶爸刚说明来意，丁丁连蜂蜜水都不喝，满眼警惕地抱着怀里的崽崽抬起手，仿佛在说再动一下信不信我扇你。因此中国奶爸只能悻悻地转身离开，表示惹不起小命要紧。网友们原以为俄罗斯元方这次终于翻车了，纷纷嘲笑元方掌握的崽崽信息和自己知道的一样多。谁料俄罗斯元方却突然扔出一个重磅炸弹，表示早在9月4日就已经将崽崽偷了出来，只不过确定了性别后才开始对外公布。这下俄罗斯元方喜欢闷声干大事的性格再也瞒不住，而网友们也终于得知小乌拉是只可爱的浓颜细女熊，并且元方给她取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龙宝。只见小乌拉乖乖趴在育幼箱中睡觉，令人吃惊的是龙宝的黑眼圈像极了俄罗斯方块，充分诠释了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熊。这放在整个熊界、猫界、熊猫界都是非常炸裂的，并且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，科研小熊龙宝潦草的头发也变得顺滑，足以证明了有月嫂和没有月嫂的差距有多大。估计爱宝偷偷和丁丁波娃打了电话，把不带娃的好处通通告诉了对方，而丁丁也终于下定决心，免费的月嫂不用白做，不然凭借丁丁波娃纯正的野猫血脉，岂能容忍奶爸们每天对自己的崽虎视眈眈。